新婚不过1个月，老公就背着我在外相亲。相亲对象不是别人，被我抓到的正是我那刚被赶出家的真千金姐姐。为了她和我闹离婚，还说我就是一个只会花她钱的废物。我那傻老公还以为捡到宝，可以飞黄腾达，变成凤凰男。殊不知，等待他的只有黄粱一梦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果不过刚刚1月有余，我老公竟然就背着我去和其他女人相亲去了，而且还被我朋友发现，拍照发给了我。我狠狠地握住自己的手机，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愤怒。我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里，在干什么。老婆是想我了吗？我在外面出差，等2天就回去。我挂断了他的电话，给他发了一张照片，问他是怎么回事儿。老婆怎么有这张照片？这是我兄弟的相亲对象，他不想来，让我过来拒绝那个女生，真是可笑。他是在编造一个骗傻子相信的理由吗？我问朋友在哪里看见的他，我马上坐了最近的一班飞机飞了过去。他竟然不想说实话，那我就抓他个现行。我落地之后就去了那个酒店，找到了他的信息，推开门，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我马上和对方道歉，然后尴尬地离开。我返回楼下问前台有没有把信息给错，他摇摇头说是对的。我决定重新回去一趟。到了房间门口，我做好了各种心理建设。我敲了敲门，门一打开，我愣住了，千算万算，没想到开门的人竟然是我那个被赶出家的姐姐。生活就是这么狗血，我老公的约会对象竟然是我姐姐。他看见我也愣了一下，刚要关门，我一把推开了他。我的新婚丈夫此刻正在洗澡，站在外面干什么？和我一起洗呀。我没说话，他就又发出了邀请。我一脚踹开了浴室的门。他本来洗得开心，看见是我，马上把自己捂上了，还洗澡，真是好兴致。我拿起手边的香皂，沐浴露就朝着他身上扔了过去。你怎么又重新回来了？我拿起浴室的扫帚，狠狠地打到了他的身上。他嗷嗷逃窜。还好我刚才聪明了一下，留了一个心眼。我姐姐风兰拿了一条浴巾给我老公系远围上了。他生气地看着我，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强闯他人的房间。我一把就薅住了他的头发。最烦和其他人打嘴仗，能动手就不说话。他被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我老公则是站在一旁不敢动手，还是姐姐喊他，他才像是活了过来，抓住了我的胳膊，不让我动。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，
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反正视频资源已经到手了，马上离开。他们两个我了解，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，尤其是我的姐姐，嘴硬得很。回到家，我把视频剪辑了一下，最后发到了网络上，然后出了一期视频。当然顺便帮他们避雷了一个红娘公司，因为那个公司就是我的姐姐开的。这个红娘公司千万别去，你看他家老板的人品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我刚发布，就有人联系我，正是和我老公一起吃饭聊天的那个女生。她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她只是想要找个男朋友。我并不怪这个女生，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她还是给我看了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。看完我更加可怜她了，又是被骗的一个可怜小女孩呀，并且还给我老公花了几百元钱。姐姐，你不知道刚开始几天他追我多么勤快，又给我送花，又要带我去吃饭，虽然都被我拒绝了。我笑了，幸亏拒绝得早。以我现在对他的见解，可能送的花是垃圾桶里捡到的，吃的是路边摊吧。但是我也很佩服我老公，就是几句话，就把这个小女孩骗得团团转，还给她花钱。视频发布出去一会的时间，又有好几个小女孩加我，她们都是被骗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报警，因为当时都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花的钱也都是自愿的，数额也比较小。我也不是缺这点钱，就是感觉很不值和生气。我老公和我妹妹深受网上舆论的干扰，妹妹的红娘公司也深深地受到了影响。两个人狗狗碎碎地回到了家，老公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我，一进来就打了我一巴掌。我坐起来跑到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怒气冲冲地靠近他。他被我逼得连连后退。他敢靠近我，刀可不长眼睛。他退无可退之后，十分生气地说我是不是太斤斤计较了？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什么要闹大？有几个能男人不做这样的事情？我虽然外面有人，但是最爱的还是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真是不要脸，把这件事情说得这么理所当然。我说我也要找男人，以后我们互不打扰。他却说凭什么？我挣钱给你，不是让你去找男人的。既然不同意，那就不用沟通了。我扔给他离婚协议书，他看完之后坚决不同意，因为我分走了他一半的财产。你就是个骗婚的，我要报警。普信又油腻，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看上他的。好男人一抓一堆，怎么就能眼睛这么瞎呢？他想要靠近我，吓得我马上把刀竖了起来，让他不要过来。可以离婚，但是你要净身出户。我点头同意，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。要是一直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
恐怕会把我逼疯的。离婚的那一天，我姐姐陪着他来的，两个人手挽着手。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姐的身份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离婚之后，我问他想不想知道那个女人的秘密。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你不会刚离婚就后悔了吧？滚远点！想要拆散我们？不可能。可惜了。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哭着求我帮帮他。我们出去之后，姐姐害怕我们旧情复燃，夜长梦多，马上缠住了纪远。纪远，要不咱们今天就把结婚证领了吧？他问风兰为什么这么着急。风兰指了指我，说是害怕我把纪远抢回去。纪远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子，说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从来不吃回头草的才是我。最后领完证回去说是要庆祝一下，两个人订了一家高档餐厅，就是不知道是谁花的钱了。以我所知，两个人都很穷。我姐弄的那个红娘公司，就像个诈骗的一样，钱投进去不少，有没有收入就不知道了。我给父母打电话，问他们有没有偷偷给风兰钱。当然没有了。我们也不傻，我们可不想给他钱，让他再去霍霍人。我妈也看了最近几天的视频，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和我说如果我当初听他们的话会多么正确。我也暗自庆幸，当时我偏要和纪远结婚，我妈他们拦不住我，于是就先让我隐瞒一下家事，让我不要刚开始就露出老底。男人结婚前太能装了，你不一定了解他，等到结婚之后稳定了，他也是这样，你再告诉他也不迟。我当时很不赞同我妈说的话，认为夫妻之间不应该有所隐瞒。还好最后被我妈劝住了。我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一个老太太艰难地在马路上行走，一步一蹒跚，走路都费劲了，还在捡垃圾，穿的也很破烂。就在我要开车离开的时候，老太太突然就晕倒了。我马上下车，打算把老太太送到医院。还好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大哥，他叫住了我。等一下，现在这个老人可不是这样扶起来的。你把手机拿来，我给你录个视频。我意识到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把手机交给了他。我把老人送上了车，然后大哥把手机还给我就离开了。走的时候谢谢了那个大哥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抢救，老人被救了回来。等他醒了，我拿他手机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。老人的医药费我已经垫付了一点点，本来打算直接离开的，被老太太抓住。等我儿子来，让他给你一点钱作为感谢。你真的是个好人啊。老人的好心我也推脱不了，于是就接受了。等到他儿子来的时候，我傻眼了。
竟然又是纪远。他会不会以为是我舍不得他，所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？我猜到了他会说的话。他看见我，乐了。你不会是后悔了？于是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接近我吧。老太太听明白了，知道我们两个人认识，让他拿点钱给我表示感谢。一个被我抛弃的女人，给什么钱？她配吗？我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那个老太太。纪远不是说他妈去世了吗？这是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妈？本来我只是好心上来了，打算帮一帮老太太，并没打算要钱。但是现在他惹到我了，现在这个钱还就得必须给我了。我拿出了手里面的单据，直接拍在了纪远的脸上，让他睁大眼睛看看我花了多少钱，给我报销了。他看完之后，淡淡的说：“谁知道是不是想要诈骗他的钱？你拿出一个单据，我就要给你报销吗？谁知道是不是你把我妈弄成这个样子，反过来向我要钱？”老太太喊住纪远，说是他自己晕倒的，我就是路过的时候把他救了起来，让他对我客气一点。可是纪远说话更加不客气，甚至说我和他妈妈联合起来骗他的钱。我也生气了，坐在老太太旁边，拉着她的手说她的儿子在外面到处造谣他去世了。纪远指着我，想要对我动手，我直接就大喊大叫，说他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他捂住了我的嘴，让我别喊了，他给我报销。我笑了，但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讹他的钱，我给他看了视频。纪远默默地从衣服里拿出了钱给了我，看着我接过钱之后，就直接把我推了出去。纪远的妈妈伸出了手，让我先别走。我没有听见，因为纪远的干扰。离开医院，那个老人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盘旋着。我想到了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纪远全家都没有来。我问他，他就说自己是孤儿，无父无母。当时我还是很心疼的，想让我的父母对他好一点呢。现在看来，他是根本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结婚了，并且私下里说不定如何嘲笑我呢。我回到家，看着等在餐桌旁边的父母，我抱住了两个人。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养着你们，绝对不会当白眼狼的。他们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，拍拍我的背，安慰我，说是相信我说的话。我给他们讲了今天遇到的事情，两个人的表情都皱起了眉头。我们给你找个人调查一下，看看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过了大概2天多的时间，所有资料都传了回来。纪远的父母都活着呢，即使两个人都腿脚不好。他爸爸现在卧病在床，两个老人生活在农村的一个破烂房子里面，里面又破又潮湿。
他们对我邻居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儿子回家看他们。当初我们就提醒过他们2个人，孩子不能溺爱。结果他们不听啊，儿子要什么就给买什么，哪怕买不起也要买。邻居说，后来儿子是嫁出去了，成为大学生，但是直接和家里断绝了关系，根本就是不来往，更不要说给家里面拿回来1分钱了，反而是2个老人还在给儿子送钱。所以他和我结婚时间买房子的钱，不会也是2个老人省吃俭用给的吧？结果现在还不负责养老人，这不是可以起诉的吗？我打算趁着医院没有人再去一次，却被我父母叫住了。他们说这都是纪远妈妈自愿的，不要过多地去参与他们之间的事情。我了解了。后来我去世老太太没意思了，想要叫我去陪一陪她。刚好那一天纪远不在，我盘算了一下，认为可以。等我去的时候，老太太刚去完厕所，艰难地上了床。这个时候，医生看我过来，和我说老太太在医院没钱了，已经欠费了，谁给她交钱？我把纪远的手机号给了医生，和他说那个是他儿子。等到医生离开，他叹了口气，说自己年纪大了，就是一个累赘。没等到纪远来，我就离开了，不想和他碰到。我回家在房子外边碰到了我姐姐，我越过她，被她抓住。贱人，你是不是在勾引纪远？要不然他怎么接了电话就跑了出去？我嗤笑一声，那种烂人我可看不上。不过要是能给他添堵也还不错。于是我点了点头。他生气的就想要来薅我的头发，我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在他快喘不上气的时候松开了他，让他滚远点。他离开我家时看我的眼神可怕得很。当天晚上，纪远给我打电话，他问我想要干什么。咱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看来我姐应该是回去的时候和他闹了。老太太出院那天，她给我打电话，想让我去送送她。不过她怎么这么早就出院了？不应该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纪远听说了后续的医疗费，让他回家去休养。等我到了医院，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。老太太死犟，看不见我就不上车。纪远和我姐被气得站在原地不动弹。我过去之后，老太太开心地拉住我，明里暗里的想让我和纪远在一起，丝毫不顾及我姐姐的脸面。你和我儿子十分般配，你们2个在一起吧。我姐一听，当然不同意，指着老太太的鼻子骂：“你个死老太婆，瞎说什么？活该你住院。”纪远听了，只是扯了扯我姐的手，让她少说2句。老太太则是被气得差点晕了过去。你看看你娶到的是什么东西？目无尊长，花心自负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。
老太太被气得直接上车，一句话不想多说。我看着人都上车了，我也打算走，却被纪远拦住了去路。你这么快就找了一个大富豪，开这么好的车？他眼睛里的羡慕都要溢出来了，对我的车充满了占有欲。我给他看了看车钥匙，问他馋不馋，是不是很喜欢。他想要摸，我出声提醒了他，要是冻坏了，那就赔偿我200万吧，不是被包了，就是租的车吧。我对着姐姐摆了摆手，让她说说我是什么人。她却满满的都是嫌弃。我叫白芷，这个姓你能够想到的是谁？我就是谁家的。听了我说的话，她激动的眼睛都红了，问我为什么之前不告诉她，现在才说。我要是早早就告诉了你，又怎么知道你的真面目呢？然后又给他讲了我姐姐是什么人。他像是被我刺激到了，还不都是你占了我的位置那么多年，赶紧把我的位置还给我。他说着说着就要对我动手，我赶忙钻进了车里。你自己做了什么恶心烟渣事情自己知道。临走之前，我向纪远发送了邀请，请他来我家吃饭。纪远看着风兰，问我姐姐应该怎么办。她要是脸皮厚，一定会去的。我姐看了我一眼，狠狠点头说要去。等到那一天，我和我妈在家里等了很长时间。等到他们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们到了才知道原因，原来是我姐的那个红娘公司出了问题。她又给一个家庭美满幸福的男人介绍了一个女人相亲，后来导致他们2个人离婚了。那个妻子带人去红娘公司大闹，把公司砸了。我妈一听，顿时火气就上来了。我培养你那么多年，就是让你做这些事情的吗？你当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吗？她的学历，她的才能都应该能够保证她吃喝不愁，结果却总是弄这样的事情。风兰生气地摔门离开。2个人出了我家的门，纪远就生气地问风兰：“这都是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没有听他说过？都是白芷那个贱人，要是没有他，我不可能被撵出来。他占了我10多年的位置，我凭什么不能把他赶出去？我就要欺负他。我不过就是让2个老废物的宝贝女儿受了点伤害，他们就把我赶了出去。”他眼眶红红的看着纪远，纪远安抚地拍了拍他。突然，纪远问风兰现在还有多少钱？什么钱？你被赶出来，应该也得到钱了吧？少说100万。我都和你结婚了，你不应该交出来吗？风兰摇摇头，她这次是真的没有说谎。我父母没有给她1分钱。可是纪远根本不相信，2个人就争吵了起来。回到家之后，纪远说出去一趟，就这样离开了几天。风兰找到了我家，问是不是我把她勾引走了。她这颗烂蒜，
也就你喜欢，别侮辱我的审美。看他焦急的样子，我好心提供给他一个地址，是我前些天无意间碰到的。我和我姐一起去的，因为是个高档酒店，实行的是会员制。他没有钱进那个酒店，我们两个进去之后就调了监控录像，发现纪远的房间号之后，他撸起了袖子，怒气冲冲地敲了敲门。人出来之后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给那个女生儿都打懵了。他就是一个来收拾房间的。他哭着找了经理过来，经理护着自己的人，让风兰道歉，不然他就要把他撵出去了。我拉着小姑娘，问她这个房间的人呢？她瞪了我一眼，不情不愿地说早就离开了，今天一早就回家了。风兰道完歉，赔了小姑娘1点医药费，又马不停蹄地回家。打开门，看见纪远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。他本来就一肚子气，没地方发泄，现在更是生气，拿起桌子上的水浇到了他的脸上。纪远被叫醒了，跑到卫生间换了衣服。你个泼妇，你在干什么？是想要杀了我吗？纪远经过几天的时间，似乎是想明白了，叹了口气，和风兰卖惨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咱们还是离婚吧，我也不想拖累你。你也看到了我家的情况，还有2个老人需要我养着。风兰知道他打着什么算盘，嘴上微笑，心里面则是已经盘算好要拖着他一辈子，无论如何不能离婚。我不介意的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风兰手机响了，她一看来电信息，和纪远说先出去一趟就离开了。纪远悄悄听是谁，然后听到了敲门的声音。他把门打开之后，风兰才急忙回过神，告诉他不要开门。2个彪形大汉轻轻一推，纪远就跌到了地上，弱不禁风。他们跨过纪远，抓住了风兰。你欠我们那么多钱，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？风兰跪在地上，求他们再给他几天时间，他会想办法凑到的。他们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都砸了，把纪远提了起来，问风兰这个人是谁。他是我丈夫纪远，你们找不到，我也可以找他。纪远回头，骂骂咧咧地看着他，诅咒他不得好死，放着我们老大不喜欢，爱上了这么一个小白脸。垃圾！纪远抱着头，害怕被砸到头。一堆人快速离开。纪远抓住想要跑的风兰，对他拳打脚踢。没想到他会惹了这么大的麻烦。他倒在地上，绝望地睁着眼睛。你惹的事情自己解决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不玩了。他哈哈大笑，骂他痴心妄想，真以为上了我的船，我还会让你离开？你似乎太异想天开了。就算你和我离婚，
收债的也会找上你。纪元眼睛一亮，问他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找我家讨债？他们不敢呢，他们只敢欺负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纪远愤怒地扇了风兰一巴掌，对他拳打脚踢，然后摔门离开。我在家收到了纪远的消息，他想约我见面。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，他说他后悔了。后悔？恐怕是见钱眼开，想要我家的钱。我让人调查了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结果显示他们被催债了。这是想让我拿钱给他们赌债。我让他来我家楼下，想说什么赶紧说。他看见我下来，想要抱住我，被我躲开。我和你姐姐离婚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我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开心。我直接给了她一巴掌，问她还喜不喜欢我了。她被我打得清醒了一下，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求我借给她一点钱。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过来找你。我一脚踹开了她。这不都是他自己找的吗？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他想要继续缠着我的时候，有人来了。除了风兰，还有那天去他们家要债的2个人。原来跑到了这里。你一个男人躲债，把妻子扔在家里应付我们，真是个废物。纪远被带回了家里。等到第2天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受了不少伤。他说风兰人跑了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他没醒过来的时候，人消失了。当时他就傻眼了。他那么信任风兰，结果他却抛弃他逃跑了。他去了风兰开的那个公司，发现公司早就倒闭了，人去楼空。我问他有没有了解过风兰的过去，他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风兰喜欢赌博、逛街、包养小奶狗，原来花我家的钱。后来被赶出去，就开始找男人养着他。据说那个催债的大哥原来就养过我姐，后来被他卷着钱跑了，所以现在他们才那么生气。纪远顿了顿，说他知道了为什么我那么讨厌风兰。他并不知道，当初我被养父母带回来的时候才3岁多，什么都不知道的年纪。他们对我很好，我也一直把他们当成我的亲生父母。后来我姐被找了回来，当时我已经10多岁了。她第1天看见我的时候，就对我充满了敌意。在她看来，就是因为我抢了她的位置，所以她才会经受那么多的苦难。我姐和我妈说，他们知道姐姐不是他们的孩子，所以就肆无忌惮地虐待她。冬天让她去路边乞讨，不给她穿厚的衣服，就是为了让她看起来更加可怜一点，能够激起大人对我的保护欲。他们本来商量好了不让我姐去上学，我姐就偷偷的去。后来被打得半死不活时，被学校老师发现，她被带了回去。等到高中毕业，我姐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，他们不让去。
我姐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，早早进入了社会。她在社会摸爬滚打，沾上了许多不好的习惯。而这一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她的妈妈生病了，因此错失了她上大学的机会。我姐以为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后来却意外地发现了其中的端倪。他妈出了事情，让他去输血，却发现他根本输不了。他心中起了疑惑，拿了他们2个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发现真的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。我姐问过自己的父亲，他说的确是。不要天天想着野鸡当凤凰的事情。我姐把报告扔在2个人的面前，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我姐的爸爸说肯定是他们弄错了。我姐马上报警。后来调查发现她的猜测没有错的时候，她激动地哭了。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我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。可是看到我在她家养尊处优了那么多年，她很不平衡。当天晚上，她就让我搬出我的房间，把那个房子让给她。我才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。我回来了，你就必须全部让给我。可是爸爸妈妈已经给他准备了和我一样的属于他自己的房间。父母刚想要教育他，我拉住了2个人。我说自己搬出去住，他们也不要和我姐姐生气。第2天我就去了父母给我准备的房子，刚好我也不想在家住了。他第2天醒来问我去了哪里，父母说我搬了出去，因为不想让他感到不舒服。为了打消他心里不喜欢我的念头，父母安慰他说，毕竟他才是亲生女儿，对我当然不会有他亲了。可是他不相信，他只想把我送走。他私下里调查我的亲生父母是谁，联系了他们2个，把我接回去。他的父母来接我的时候，我是不敢相信的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，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他们看见我就抱住了我，说这么多年找我找得很辛苦。我姐则是告诉我，赶紧跟着他们离开吧。那么多年，他们一定很想我。我不想离开，看着我妈。他们当然也没有送我走，而是带着我们先去做了亲子鉴定。最后发现他们根本和我没有一点关系。什么人都敢来我家招摇撞骗了。是谁让你来的？他看了看，把手指向了我姐姐。我妈当天真的很生气，问她想要干什么。你们全都偏心妹妹，可是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我妈被气得上不来气，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。我也不想我妈夹在中间为难，主动提出国留学。我妈叹了口气，认为这也是一个好方法。在国外的第2周，很晚的时候，我家里面进来了2个男人。2个人看着我虎视眈眈。在他们要扑向我的时候，我的保镖动手了。我父母怕我受到危险，所以一直派保镖保护我。那天也多亏了保镖，
我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情，他们马上开始调查，最后各种证据都指向是我姐姐做的。我妈把她叫过来，证据扔在她的面前，她脸上的表情也逐渐变得惊慌失措。她跪着求我妈，说她就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，她以后绝对不敢了。我妈没有轻易放过她，教育了一顿，让她回去好好反省。我妈把我接了回去，怕我在国外受到危险。风兰当然不会就此罢休，她趁着父母出去应酬，竟然给我下药，迷晕我，想要把我送到老男人床上，也就是那天我遇见的纪远。后来被我父母知道之后，我姐被赶了出去，所以我在纪远的房间看见风兰的时候超级震惊。纪远沉默了。我开玩笑地说我和纪远能够在一起，还多亏了风兰。他这次十分的真诚，和我道歉，然后转身就离开。后来我每天上班都能看到自己桌子上多几束鲜花，同事都打趣地看着我，我则是默默地全都扔掉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被纪远堵住，他给了我一束花，还有项链，我全都扔到了地上。花我不需要，花房里有很多，项链更加不需要，什么垃圾货色也敢往我面前送。我走的时候还打了他一巴掌。我晚上去酒吧玩的时候，看见了风兰，搂着2个小奶狗陪他喝酒，真是傻子，又让我大赚了一笔。等着，等姐姐我赚到钱了养你们。我把他的视频录了下来，给纪远发了过去。知道自己妻子在干什么吗？给你看看。我还特地放大了拍的，就是为了让纪远看清楚。我知道纪远应该找他找了好几天了，毕竟因为一个女的把自己辛苦赚了那么多年的房子都卖了，谁能不难受啊？他过来的时候，手上拿着酒瓶子，直接砸到了那2个男生头上。酒吧因为有人闹事，急忙关门。据我所知，纪远似乎被警察抓走了。那2个小男生拒绝协商，就是要让纪远坐牢。管家过来和我说，有个老太太过来找我，想让我见她一面。我猜测到是她妈妈，告诉她不见了。结果老太太说要是不见，她就一直磕头，等到见她为止。求求你了，帮我救救我的儿子吧，求求了。我出门看见他，把他扶了起来。我救不了他，我没有那个能力。老太太哭着说，这都怪他，要是小的时候他好好管教，纪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看他那么可怜，我决定带着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。我父母后来听说了他们的事情，给纪远他妈妈拿了点钱，想让他们过得好一点。没想到他拿着钱去找了对方，他们说愿意和解。那边老太太拿了我爸的钱，帮助纪远摆平了事情。他出来，一家人来感谢我爸。
我爸没有见他们，礼物让他们带回去了。本来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却听说纪远又被警察抓进去了。刚刚从监狱出来，不过才1周的时间。我问我爸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点头。他跟我讲了大概的经过。纪远从监狱出来之后，有人找到了他，都是风兰的前男友。他们也都是被诈骗的受害者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讨债的，那就是和风兰在演戏。那2个人是风兰雇的，他们流窜世界各地作案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风兰就会先瞄准猎物，找到一个男人，和他谈一段时间恋爱，或者领证结婚，然后等到感情稳定之后，催债的就会上门。男人嫌弃风兰，要么抛弃他，要么和他离婚。但是那些男人几乎没有报警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风兰欠钱，而且也没有打过他们。催债的最后还会可怜这些男人少要一些，男人们就乖乖地掏钱，而且几乎每个地方都是一个人被骗，茫茫人海也互相见不到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骗的。但是风兰这次也没有想到，纪远的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她的前男友都发现了，于是找上了彼此，最后找到了纪远。她发现自己被骗，十分愤怒。本来几个人只是打算把钱要回来，谁知道纪远那一天喝了一点酒，直接把情绪扩大了。于是那一天，他抓了风兰，残忍地杀害了他。纪远知道自己逃不出去，自己去自首了。纪远他妈妈知道他出事之后又来了，想让我爸帮他救出来。这次没有人帮助他，因为杀人的事情谁也帮不了。上一次也是因为对方接受了钱，愿意和谈，他才救出了自己的儿子。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就他一个儿子。我知道你们厉害，帮我救救儿子好不好？我父母愤怒地甩开了他。你儿子杀的是我的女儿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救你的儿子？滚开！我还在感叹世事无常。要是不把他儿子救出来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父母因为失去了风兰，整个人颓废了很长时间。只能说世事无常，是他自己把儿子救了出来，也是他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。纪远开庭的那一天，我去看了他一眼，只不过几天的时间，似乎苍老了几十岁。我父母更是老了很多岁，2个人直接哭晕在了法庭上。他被判死刑，随着法官的锤子敲响，我和他之间的所有事情算是彻底结束了。发生的一切都很戏剧，让我这本就跌宕起伏的人生更加充满了未知。我带父母离开这里，就算是不怎么喜欢姐姐，她也是我父母的亲生女儿。2个人从此一蹶不振，家里面的事业全都交给了我，他们去养老院养老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